年前，这里是全世界最大的都市，也是最会吃的地方。繁华和喧嚣都已成了往事，但是吃仍然是这座城市天大的事。流不尽的黄河水，剪不断的开封菜。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开封的城洛城奇观，在这里地下3米到12米的地方，上下叠压着6座城池，都是开封城被黄河一次次泛滥的泥沙所掩埋后，人们又在原址上一次次重建家园所形成的。开封人有着自己的坚韧，这片土地的下方是上千年来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永不屈服。而同样，这里也掩埋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美食。这是城洛城，这是堵骆堵。这落的也太瓷实了吧！老板，你总共落了多少层啊？这个我们有大有小，这个属于小一点的。小的都这么厚啊？对。你说这落得这么厚实，这牙口不好都嚼不动吧？好嚼，我们这个肚啊，每次都煮7、8个小时了，软烂。哎呀，那可以啊，那你给我来半斤吧。好的。老板切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治愈，而且还很解压。尤其是你等会儿马上就可以吃到它的时候，它那个一大片肉唰唰的往下切，想想就很过瘾。其实啊，这个是开封的一个特色的美食，它叫做板肚，是用牛肚做的。哎，你们猜猜它是怎么做的？像果冻一样的，而且还是一层一层的。肚子是名副其实的杂碎之王，它没有肥肠的那种浓烈的风味，也没有腰子那种刁钻的口感。它凭着自己的温和，收获了全国各地最广泛的喜爱。从老北京的爆肚到巴士的毛肚，再到老广门嘴下的猪肚鸡，无一不在体现它的地位。而板肚在堆砌后，让筋道的牛肚表皮和软嫩的内侧一层层落在了一起，互相交织，同时存在，形成了一个混沌的内部世界。这种状态是在量子力学中称为叠加态。吃肚时间到，现在替大家来尝一下这个肚，你们看，是不是一层一层的？这个肚啊，吃起来口感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层次感很明显，就是你吃的时候又能吃到 Q 弹，又能吃到软烂，就这2种感觉一直在我的嘴里边不停的来回切换，就是那种好像薛定谔的肚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啊，可能就是开封熟食的魅力吧，又咸香，然后又入味儿。在这个世界上，开封占了2个第一。曾经，它是全球经济的第1大都市，而现在，它是全球吃杂碎最猛的地方。这个是羊扒头，这个是羊包，羊瘦肠，这种是肥肠，这是羊奶。好多重口味的内脏，不过喝起来特别的鲜。这个就是鸡血汤吧？鸡血汤，这个就是鸡血汤。
这料看起来都很实在啊，实在还好吃。十全大补的一碗汤。这口下去真是太满足了。开封人吃起杂碎，生猛起来，电视都不让播。但是文雅起来，也能让无数小仙女们竞折腰。小可啊，开封啊，美食很多，给人一个印象说开封啊，好像什么都吃。对，因为这下水类的，你看心肝脾肺肾，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今天啊，我给你介绍一道，不那么豪放的，用内脏做的菜，是用腰子做的，菊花腰签儿。好啊，我觉得这个好。就是这道菜啊，我其实是已经慕名已久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尝过，而且我超级爱吃腰子，但是奈于啊，我是一个小仙女，肯定是要优雅一些的，总不能就是到人家店里边坐人家凳子上翘个二郎腿说，老板来2片大腰子，还要烤的骚一点，大腰子骚一点的，那肯定不行。哎呦我的妈！这道菜是厨师精工细作，肯定能让你吃出淑女范儿。这个像不像一个菊花的花朵？一整朵大菊花。为什么要弄成这个造型呢？因为开封的市花啊是菊花，然后开封每年都举办菊花花卉，开封人民也喜爱菊花，所以说在很多场合啊都会出现菊花的造型。我们餐饮呢，菜肴里面呢就专门的有菊花宴、菊花宴席，还有菊花菜。这也是菊花的菜肴之一，所以叫菊花腰签儿。哦，这个名字也很好听，造型也很好看，我都不舍得吃了。但是这个怎么吃呢？签儿呢？是没上吗？啥签儿啊？这夹着吃的签儿，一口一个。你理解错了，它这个菊花腰签儿的签儿啊，可不是说你拿着牙签儿或者什么签子往上扎。签儿菜啊是一道传统的宋菜，从宋代北宋开始就流传下来了。这么悠久啊？它为什么叫签儿菜呢？其实啊，是跟它这个菜的造型有关系。你现在看是这个造型吗？是啊。其实它做好的时候是圆柱形的细长造型，感觉好像那种就是算卦那个。对，算卦的那个签儿。对，卦筒里面摇出来那个签儿。所以说这个签儿啊，那个由头过来的。加一个上签。就吃起来它那个外皮就是特别的酥脆，就好像是在吃薯片儿一样那么脆。然后你在嚼里边的那个腰花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它那个腰花特别的软嫩，然后能感觉到它那个腰花的一个棱角是切成那种一丝儿一丝儿那种感觉，而且就是这个味道呢，就是很酥香，很鲜美。馅料你吃出来了，外皮是啥东西做的？你吃出来没有？不是大肠吗？不是大肠。这个外皮啊，我们那个行业里叫猪网油。猪网油是包裹着猪内脏的一层薄膜，这些网状物在先蒸后炸的过程中，油脂渗入到了馅料中，而薄膜又变成了坚固的铠甲，保护着内里的腰子。以前北宋东京啊，光这个签儿的呀都有120种，比较著名的有羊头签儿、鸡签儿、鹅签儿、莲花鸭签儿，不同的原料
加入这个芡菜以后，它不同的口感、不同的味道。通过您刚刚说的这个菜，我就觉得当时宋代人真的是精神上特别的富足，就是有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各种各样的菜系，然后吃喝玩乐呀，然后就给我一种很繁荣、富强、安居乐业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这行业有个说法啊，宋代啊是中国饮食业的一个里程碑。北宋的开封曾经是美食的天堂，汇集了全国最好的食材和技法。而后来随着王朝的没落，美食也从庙堂之上流落到了民间。现在的开封菜还能留下多少呢？